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场圣剑，是由 S29 DXB 对 S170 CAT。S29 与 S170 虽然英雄的进度有点差异，但这场比赛的前半场打得还蛮激烈了。接下来带大家看一看，也会同时多说明一些我的思考逻辑。因为我这个账号是 VIP9 的小氪，所以会以小氪的角度为主，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小氪的玩家。如备战篇所说的，现在是战前准备的时间，最重要的就是先看看对方大佬的 ID。以 S170 的伺服器进度来说 ，TG8 应该会是他们那边超强，所以这个我会稍微记一下。因为我们 S29 是比较前面的伺服器了，兵比较多，所以一般小氪的玩家大概战力也在3亿到3亿3千万左右了。看起来对面城堡的实力普遍在2亿5千万到3亿之间，所以他们单人要突破我们的城堡，除非是大佬，不然其他人可能不太容易。这边有看到对面的小朋友有一些增援的行为，他是增援给 TG8， 如果他增援后不马上飞出来，那他就是聪明的。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增援的士兵只要你传送，他就会全部回到你身上。其实我有告诉大家，我会开10%的 buff， 因为我不想成为鲸鱼的食物。大家也可以提醒一下队友要注意防卫锁的设定。大家应该很多都有被大佬打过的经验。其实我们拼装备本来就不可能拼赢大佬的，我们唯一不输他的就是一样都有6条行军路线，所以可以好好利用你的6条行军路线，不论是增援建筑物或是侦查给予队友情报都很有用。接下来观察到这个大佬，虽然战力不是绝对代表攻击力，但是依据经验，这个大佬应该有一下突破2、3亿防守的能力，所以提醒一下大家要保持警觉心。3分钟碎碎念结束，接下来我们进入战斗咯。可以看到我在传送的时候稍微是有点犹豫的，我想了一下，还是稍微等一下再决定。最后我决定传送到敌方门口的修道院，这样有2个好处。第一个是可以趁敌方建筑物援军还没有补满，先把它打下来。第二个是，如果顺利打下来之后，很有可能吃到大量的援军分数。建议全开 buff 的小氪玩家可以尝试看看这个做法，但是无氪玩家先不要。这个玩家的攻击大概导致我损失了1/3的兵力，再被撞一下的话，很有可能因为步兵数量不足导致输了战斗。所以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防守的话，要一直补兵。如果是增援自己的建筑物，我会把英雄拿掉，因为我希望至少有第2强的英雄在加防守。队友大佬集结马厩一定要加入，选择正确的英雄来加入集结，然后计算秒数。刚刚看到大约是48秒左右，所以先用免费加速跑到48秒。游戏初期的马厩集结时间通常都很短，
所以一定要注意，并且赶快加入，不然如果秒数只剩下30秒以下，你会浪费非常多的加速。看到联盟的伙伴全部来增援建筑，其实真的很高兴。虽然有的增援时间较长，可能要5分钟，不过这个位置目前还不是主要战区，所以没有关系。如果是像马厩这种激烈战区，增援的士兵建议要压到1分钟内。进入防守状态，我很习惯会把防守英雄换成修女。通常我会到防守的增援快抵达建筑物的时候，才撤回里面的援军，有点像是进行交接这样。如果看到自己被刚刚记住 ID 的大佬攻击，时间如果允许的话，可以稍微看一下他的位置。那因为我现在这个建筑物已经有大佬帮忙集结防守，而且士兵也不少，对于单人攻击其实不用太担心，反而是要保持警戒心，看有没有更强的大佬飞到旁边来撞我的城堡。大佬的集结战报一定要仔细的看一下，之后比较好评估，如果被打要挡还是不挡。如果没开反侦查，就会像这样底牌给人家知道，所以建议一开始还是至少开一下2个小时反侦查。这个点目前防守有点薄弱，而且也没有主力英雄。其实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派什么英雄去增援，而且我也不可能派第2强的英雄去增援，不然我被打就爆了。像这种时候其实是敌军很好的机会。敌方来侦察了，虽然他很快就会发现里面防守薄弱，不过那旁边也有我们的队友，所以交给那边的队友来防守就好，没有关系。圣剑本来就是一场团队游戏，不是你一个人可以 cover 全部的。应该是他们刚刚分享战报，所以招来了很强的大佬。如果没有我帮主力大佬来抵挡的话，这个建筑物其实一定是守不住。还好队友也加速回城了，他的主力英雄在家，不然被打这一下可能会亏到爆。看起来他是损失了1300万战斗力，真的是很痛。这代表他差不多受伤了13万左右的 T10士兵哦。如果我决定在一个地方很久不动，我就会开始到处增援队友的建筑物。其实比较正确的增援英雄应该是修女、萨洛还有戈登。这个地方有我们的大佬增援建筑物防守了，所以情况看起来应该会安心很多。我这边增援的英雄是错误的，大家不要学我哦。
这个是刚刚被大佬单撞的战报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有一个概念参考。如果敌方的大佬单人冲撞你的城，你的士兵数量是他的10倍，那他的各项数值大概平均要大于你的3.3倍才可以。对面其实前10分钟打得很不错，他们分数还是领先的。不过我们的大佬比他们的大佬实力要强一些。如果能持续的守住建筑物的话，那最后我们应该获胜的几率会比较高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队伍频道提醒各位要帮忙防守建筑物。这个建筑物的士兵已经非常残破不堪了，并且他在40多秒后要接下一个非常强力的集结，很有可能大家会来不及增援。这是一个远距离增援士兵没有办法克服的痛点。这个建筑物防守不住的几率应该很高。先提醒队友，如果3000分喷出来，要帮忙捡。然后我提醒大家，可以等他传送走了之后再取回这个建筑物。如果大佬的数量比较少，他常常要飞来飞去处理各种事情。那当他传送离开的时候，建筑物的防守就陷入了空窗。虽然士兵也许还是会很多，但是没有主力英雄的防守就差非常多。这边我做一个动作，把第2强的英雄派去防守，然后打算把主力英雄抠回来，因为那个大佬刚刚打下来的建筑物就在上面，我觉得下一个目标很可能会是这边。其实心中有点忐忑不安，就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做比较好。总之，警觉心要先拉满。队友提醒，这边的建筑物即将要爆开了，4500分其实可以来捡。
撞击的一瞬间。如果还有时间的话，稍微看一下哪边分数高，再飞过去。这个1800分很重要啊，因为我飞过来减分数，所以我原本驻守的建筑物就没有我的主力了。原本想说来帮忙防守一下这边的建筑物，看起来是太不自量力了。哇，这个大佬也很强啊！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他的 ID， 所以我们可以从错中学习。下次看到类似的情况，就也不用过来防守了，还多浪费一个传送。那因为透过侦查，大概知道了他的实力，判断我自己主力英雄在家，应该不至于被撞一下就烧起来，所以就开始四处侦查，寻找下一个目标。状况其实不太妙，我们的建筑物一直是比较少的，所以说对面其实打得不错，他们一直有找到好的机会去把建筑物攻下来。这边我抢下来一个建筑物，可是马上看到对方有2个攻击过来，因为我知道我挡不住大佬的攻击，可是我想要吃哆啦 A 梦的分数。所以我打算叫队友不要过来，我一吃到哆啦 A 梦的分数，我就要撤军。最后看到有一个队友增援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挡了。看到队友在集结圣剑祭坛，所以飞到旁边来加入集结，一次消耗3个传送，然后还耗了一堆加速，2个压到一样的秒数，却没有加入集结，所以建议大家以后时间还是不要抓得太刚好。因为已经过了20分钟了，感觉有一些落后，最好是要赶快开始于建筑物的防守，不然分数之后会很难追回来。
这次看到队友发起了一个集结，时间还有58秒，赶快加入，之后就不用使用这么多加速。这个大佬，我们刚刚是侦查过他的实力的，因为已经知道这个建筑物一定保不住。原本想要加速去帮忙防守的，想一想还是召回好了。如果有看到建筑物已经被敌方攻陷的，最好就是把兵收回来，不要去撞墙。可以在小地图左下角看到建筑物已经被那个大佬攻陷了。这边我的英雄增援错误了，应该优先选择萨洛。这边是大佬的心声哦，其实他真的很需要大家帮忙一起减点数，因为他的行军应该6线一直都是满的，没有办法传送来传送去帮忙减辎重。这时候其实就很需要各位成员的协助，毕竟不论无氪或小氪、大氪，大家都是只有6条行军。要加入队友的集结，秒数就一定要算得够。如果没有足够的加速去加入那个集结，那就不要点。当然，也有一些工会的超级大佬会直接按加速帮你按到满嘛。只是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不太会有那种疯狂大佬，所以就不要给队友太大的期待。我一直到现在才想起来 R4 有新增标签的功能。所以直接设定一个标签，叫大家来这边抢点数。
有时候我会很纠结要治疗的士兵数量，因为我不想浪费治疗加速。最后有调到一个38363，刚好可以消耗13小时的治疗加速。所以我之后就会记得治疗的士兵数量要调整为38363。稍微观察一下自己派出去驻防的位置，我看到建筑物基本上都是被我们大佬驻守着，看起来趋势有点改变了。因为我们其他的据点都有大佬防守了，所以我这边算是最弱的地方了。而且开始被陨石号盯上了，所以赶快求大佬来帮忙一下。结果我的6条部队全部都驻防满了，我现在连侦察的力量都没有。这时候其实就留意一下自己的哪一个建筑物分数最高。设想一下，如果是敌方，应该会攻击这个分数最高的圣剑祭坛吧。R4或R5可以多利用标签的功能，引导队友的行动。看起来我们队友大家都找回进攻的节奏了。大部分的大佬站住建筑物之后都不太移动了。虽然他们前半场在寻求快感，到处找城堡攻击，到游戏后半场的时候还是能好好的守住建筑物，这实在很棒了。其实想想也是。他们花了这好几十万，结果你叫他不要打城，只是一直负责防守。要赢的重点其实就是在刺激与战术之间取得平衡，这样才能同时兼顾到大家的刺激感以及胜利。
起来敌方很专心要攻击这个点了，而且这个点如果爆炸，我可是一条行军都没有，我没有办法减辎重，只能看这个2000多分的辎重送人。大家可以倒带看一下，这个据点在被打下来之前，我们的分数应该是126000分左右，然后被打下来马上掉6000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打高分建筑，因为可以翻盘。我觉得至少要领先3万分才比较不容易被一瞬间翻盘。除此之外，也要特别注意我方是不是有特别高分的建筑物，那也很容易成为被翻盘的关键。这个建筑物6000分即将要掉了，所以我决定飞过来抢分数。
那援军因为全部都收回来了，最重要的建筑我觉得还是马厩，所以还是增援一下。依据对方集结抵达的时间，大约1分18秒左右，所以加速到差不多50秒，应该很足够了。这个建筑物有1万分哎。要注意做一个标签，要注意减分数，有时候打错字不要太介意。因为这时候建筑物已经基本上都被我方占领了，所以就没有一直派侦察。这种时候只要注意对方是否有针对哪些建筑物来发集结，再派过去防守就好了。有时候阅读大佬分享的战报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，看到他们愿意站在那边防守建筑物，觉得心中真的很安稳。其实我真的很犹豫要不要来增援马厩，但是如果我飞过来增援马厩，我现在驻守的地方
防守就变弱了。这边准备要承受集结攻击了，大佬陨石之间的冲撞真的看起来很刺激。不过这边打完就打完了，接下来应该要看28秒后预计抵达的这个13000分。这个分数一定要赶快飞过来捡啊！每个动辄破1000分啊！也有这个4800多分的，但是我飞的点不是很好，有点距离。在没注意的时候，把主力派出去增援，结果家里被大佬攻击了。这一下真的很亏啊！一看有7天的士兵要治疗，等一下看看战报。结果看了一下战报，其实这一发受伤才8万多。但是我是用第2强的英雄在防守的，所以很亏。这样看起来，其实主要的士兵受伤都是在前面四处增援的时候防守造成的。其实游戏到这边已经步入中后期了，大概不太会想要用治疗加速了。有一件事提醒大家，如果在游戏开始没多久，士兵就全爆了。可以直接退出圣剑战场，过12分钟再进来，那你的士兵就会全满复活。其实我看到旁边这个人攻击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派一兵来打我。结果一看战报，没想到他竟然是认真的全力来打我，也是蛮意外的。确实，如果我在防守建筑物的话，我家里的英雄会相对薄弱，是一个打我的机会，没错。但是毕竟我家里士兵也还是蛮多的，所以这个应该是打不动我。
如果是敌方大佬来就不一样了，我应该会烧起来，但是我也会把建筑物里的主力英雄收回来。我只要觉得爆炸的风险很高，我就会传过来减分数。结果没有炸竟然挡住了，而且不知不觉吃了一发陨石。还好主力英雄在家里。这边详细看一下刚刚的战报，大佬其实真的很强士兵已经差这么多了，还受伤了5万多。要不是有全开了 buff， 不然我早就爆炸了。所以有全开 buff， 游戏体验真的会差蛮多的，即使是只有10%的 buff。免费的治疗3836313小时，我都习惯优先治疗步兵。
其实最后剩这一点时间，只要再注意高分的建筑物被打爆，分数一定要减到，大概这样子就好了。最后剩不到2分钟了，我也会想要找一些玩家来攻击，赚分数。这边看到哆啦 A 梦家里的防守相对薄弱，想说打看看。他的主力英雄可能出去增援了。这个战报虽然没有打穿，但是看起来战损比例很不错。第2下就烧起来了，估计是他步兵大概没有了吧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免费治疗常常都优先治疗步兵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比赛。这一场主要是偏向于防守型的战术。那还好，最后有打这几下哆啦 A 梦，个人的分数大概从30万左右飙升到126万，所以打人的分数真的会加很多呢。但是这一场圣剑比赛要赢，其实重点不是打人就好，而是整个团队的积分。所以建筑物的防守也是至关重要的哦。